黄猿将会如何应对草帽一伙？贝加朋克秘密逃跑计划是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朱尔本。2022年的海贼王漫画以路飞暴打陆奇、尼卡碾压黑豹的一场战斗作为收官。对比一下2021年的最后一话1036话武士道及参透死亡之道，那一话里索隆击败镜，将免为地狱之王，以战绝境之源，帅哭我们一脸，以及路飞与凯多的第3轮对决，那一句越来越有意思了，就好像是说给读者听的。而在2022年的最后一话的最后一页，尾田把所有悬念都给了那位最高战力黄猿。本周的漫画细节伏笔分析，我们就从接下来的剧情走向聊起。一直以来，黄二叔信奉的模棱两可的正义，外加动画组多年来各种夸张表达的推波助澜下，让不少人玩梗玩到以为黄猿真的是一名卧底，最后连大数据都跟着跑偏了。不过如果回归漫画剧情，黄猿的海军立场并没有改变过，甚至还是大江中出勤率最高的一人。光是一个香波地群岛事件，就抓了500名海贼，比天天在海上骑自行车，还有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生气的那位强太多了。这次来到单间岛的也是黄猿，原本以为他会凭借果实的能力迅速赶到，但黄猿选择了跟海军舰队一起行动，并在听到贝加朋克与草帽一伙结盟的消息后，要求派遣更多军舰前来。这其实是呼应了上一话中元帅赤犬在本部制定作战计划的剧情。这两处细节，我们可以大致推测海军的原计划，由黄猿率领一批舰队包围单间岛，逼迫贝加朋克投降，尽量和平解决。但突然出现的四皇打乱了这个计划 ，CP0 的突袭也让和谈变得不可能。现在海军只能用武力来解决这次事件了。所以黄猿为了增加胜算，决定派遣更多军舰，防止贝加朋克逃跑。距离单间岛最近的 G14 支部基地长多尔中将，为了治疗小孩暂时驻扎的达斯奇，受了成员普林斯、格鲁斯、贝鲁梅伯、云雀等等新角色，即将加入单间岛的第2阶段战斗。我们在前面的分析里已经奶了很多次，没想到还要等到明年他们才会登场。从海军的目的来看，还是为了炽天使的力量。这次炽天使的诞生，七武海制度才被废除，海军对这股力量寄予厚望。而炽天使从编制来说，属于海军特殊科学班，队长就是战头丸。从权限顺位来看，战头丸也比一般人更高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炽天使都是海军的重要资产。而 CP0 的目标是将贝加朋克彻底抹杀，包括他的6个分身。卡库和斯鲁西在战斗中多次提到，不想破坏炽天使，避免造成世界政府的损失。至少在炽天使这点上，海军和 CP0 是有共同利益的。他们的分歧在于对待贝加朋克的态度上，是抓还是杀。所以黄猿没有理由为了贝加朋克或是战头丸对 CP0 动手，因为这意味着海军与天龙人、世界政府直接决裂，这样事情就很大条了。武田不会把这样的剧情安排在这里。3名现役大将中，武田选择黄猿来到单间岛，而不是藤虎或者绿牛。除了呼应当年的香波地群岛事件外，也许还因为黄猿与整个和平主义者计划之间一直关系密切。我们在上一话的分析里有提到，黄猿闪闪果实的激光是初代和平者的武器，并且战头丸和科学部队也是隶属于黄猿。黄猿从一开始就深度参与了和平主义者计划，和平主义者在顶上战争中大放异彩。现在这股力量有可能被利用产生威胁，让黄猿来收拾手下的背叛者就最合适不过了。这里顺带提一下本话的争议点，路飞为什么不带走战头丸？很多人觉得路飞似乎不近人情，为什么不把敌人都打败然后一起走呢？其实漫画里已经给出了理由，当时真空火箭还有1分钟发车，路飞不能久留，列车运行时间是32秒，在这个过程中管道也有可能遭到袭击，必须有人掩护，所以战头丸选择留下，只要他的意识还在，炽天使们就无法动手。类似的桥段也出现在蛋糕岛篇末尾，波克穆斯变成月光狮子掩护路飞和3只撤退，最后草帽一伙也没有回过头来救波克穆斯。有些牺牲是不需要婆婆妈妈的解释的，况且战头丸身为海军，如果跟着海贼走了，那就真的洗不清了。他的另一份职责是贝加朋克的保镖，为了保护贝加朋克而战斗，本来就是职责所在。现在虽然重伤，但失去意识和当场去世是两码事。等到海军抵达后，还有一线生机。那么聊完进攻方，再来聊聊跑路方，草帽一伙和贝加朋克。本话路飞继续5档对战陆奇，2次阻止了陆奇对战头丸下杀手，5档形态下的战斗力全面碾压陆奇，后者竟然连攻击到路飞的机会都没有。果然上一话的对拳就是路飞想要拼力气玩，4王级别的强者终究不是一名 CP0 可以匹敌的。比较有意思的还是这2人战斗后的状态，陆奇变回人类形态，脸上贴了个胶布，双手插入裤兜就当无事发生，觉醒后的动物系有着强大的恢复力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而路飞在进入真空火箭后，出现了和之前凯多战斗时的干瘪状态，这个状态看起来像是体力严重透支，但片刻之后就能恢复。路飞下车时已经生龙活虎，而列车的运行时间是32秒，所以这次的虚弱状态只用了半分钟就恢复了，比4档的副作用还小。一直有不少小伙伴担心路飞开挂太多会不会提前嘎掉，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，除非尾田想要换阿金当主角了。路飞小队抵达上层后，系统立刻开始了边界穹顶的强化，把特工们都挡在了下方。之前1068话的分析里，我们曾经聊到边界穹顶边缘的奇怪数字，它的数值随着剧情发展正在不断增加。最初草帽一伙来到单间岛时还是66，等到陆奇小队来到岛屿外围时，已经变成了72。现在到了1070话，这个数字变成了99。
如果和我们猜测的一致，这个数字代表着某种程序的进度值，那么它距离启动只剩下一步之遥了。对于贝加庞克来说，草帽萤火的出现也是一场意外，但他早就料到政府会派人将他抹杀，肯定会提前做逃跑的准备。如何转移巨大的数据库，将会是这场逃脱战的重点。贝加庞克是脑果实能力者，这个能力拥有无限的脑空间，但是目前来看，这个空间只能存储知识一类的虚拟数据，并不确定能否存储实体。胖狗 Locus 拥有一座小空岛的体积，这些宝贵的资料如果能全部装进大脑，也许贝加庞克一开始就不用造这么大的实验室了。因此，我们还是维持之前的猜测，胖狗 Locus 最后还是需要物理方式转移，用反重力装置和推进器这2项技术来脱离战场。毕竟，如果还原调来大批海军军舰，那么从海上逃走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了。唯一的选择是从天空离开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，实验层的形状是一个破开的蛋壳，是不是意味着原本应该有2部分蛋壳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蛋呢？仔细看实验层，确实是由2部分蛋壳组成的，只不过现在裂开了。那么当它拼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像一颗小行星？外面那层无视重力悬浮的装置就像是星环，完整的蛋也就代表着飞行模式。贝加庞克可以转移它的实验室，而这个蛋的拼合过程也就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数字有关，是启动飞行模式的准备进度。那么贝加庞克需要草帽萤火的协助，可能就有2种原因：一是蛋壳拼合的过程里需要有人抵挡对手的袭击，另一个是蛋飞行的速度并不快，在它到达足够的速度和高度前，需要有人帮它甩开对手。如果假设成立，整个蛋其实就是贝加庞克的移动实验室，它可以移动这颗蛋，然后在其他岛屿上重新展开，继续自己的事业。期待一下尾田的脑洞吧。那么说到贝加庞克，这座扉页其实也非常有意思。Max 团队创始5巨头集体亮相，奎因、凯撒、贝加庞克加至年轻时的模样全部曝光。虽然标榜的是前途大好的科学家，但他们手里拿的都是刀剑枪炮。联系到上一话里，他们挂出的和平主义者旗号，越来越靠近我们上一期的猜测。路费尔德不会无缘无故的做慈善，他的目的是研究武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Max 除了5个首领，还包括了一批科学家，他们看起来还更有学者的样子。而这个扉页最大的悬念，还是那名转过身去的女性，短发、披风以及吊带袜，无论是从身材还是打扮来看，都非常像现在的斯图西。当时在蛋糕岛篇，我们就能发现斯图西和路费尔德十分熟悉。斯图西感叹看着布林，就好像看到年轻时的自己。路费尔德还调侃他，那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。这里就有很多疑点。斯图西明明看起来很年轻，但他却要羡慕布林，就好像现在这副面孔不真实一样。路费尔德的吐槽也印证了现在的斯图西有一层伪装，所以斯图西也许是通过某种技术或者能力，让自己看起来年轻很多。再来看他在单间岛的几处表现，斯图西对贝加庞克的技术非常了解。虽然说 CP 特工都有很强的情报网，但卡库和路奇显然对这些技术一无所知。再考虑到之前许多政府特工试图调查单间岛的行动都被阻止，世界政府对这座岛屿也有许多未知的地方，所以斯图西对贝加庞克的了解不是来自 CP 的情报，更像是来自一种特殊的渊源，就像是他曾经在贝加庞克的实验室中待过。综合以上线索，斯图西曾经是 Max 第5人的可能性非常高，而他研究的技术也许就是让自己的容貌永驻。虽然过去了数十年，依然能够以某种方式维持年轻女子的外貌，可以说是顶级的照片了。如果这个假设成立，那么斯图西也就有了3个身份：欢乐街女王、CP9 假面杀手以及 Max 科学家。当年 Max 研究出血统因子理论后，就被世界政府强行收编。为什么他们的反应会这么快呢？也许就是因为斯图西从一开始就是一名卧底，在时机成熟时出卖了这个团队，然后自己又凭借永葆青春的技术，逐渐成为了欢乐街女王，打入地下世界，继续给 CP 提供情报。直到蛋糕岛事件结束后，卧底生涯结束，斯图西回归假面杀手的身份。不得不说，这次的扉页连载非常有意思，与正作当下的故事联系非常紧密。之前还出现过亲自搬走布林的情节，也直接关联了正作中布林在黑屋子船上的镜头。相信尾田选择在这个时候逐渐揭开斯图西的真实身份，也是为了后面的剧情服务。斯图西如果真的是 Max 之一，那么以他对贝加庞克技术的了解，一定可以找到现在防御系统的弱点，来给路奇和卡库的进攻提供方向，揭开单间岛第2阶段的战斗。而贝加庞克在面对这个老熟人加背叛者，说不定也会采取手段还击。也许斯图西真正的样子会在这个篇章末尾出现，然后吓我们一跳。除了这些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外，本画中炽天使和人造恶魔果实的设定也算是补完了。尾田又玩了一次对称，人造恶魔果实的技术最初是出现在庞克哈萨德，以斯玛尔果实的形式登场。庞克哈萨德是贝加庞克的前任研究所，而在现任研究所单间岛内，老贝否定了斯玛尔技术，凯撒常遭远程 diss。从技术成熟度来说，动物系果实最容易复制，超人系次之，自然系最难。贝加庞克对斯玛尔嗤之以鼻，侧面说明他对复制动物系果实已经非常自信。曾经将动物系果实让物体吃下的技术，也验证了贝加庞克对动物系能力的掌握程度。比较有意思的是，贝加庞克强调幻兽种也可以复制。这里画面中的一些恶魔果实形象，就包括了凯多的鱼果实幻兽种青龙形态，大河的拳拳果实幻兽种大口真神形态，以及黑炭大蛇的蛇蛇果实幻兽种八岐大蛇形态。
这些都是目前尾田公开过形象的果实。我并不认为贝加朋克已经全部复制过了。从前面几话贝加朋克对卡多那个能力复制的过程来看，光是一颗幻兽种果实已经花费了20年，贝加朋克应该不可能复制其他幻兽种了。而超人系人造果实则是利用了能力者的血统因子，将能力以绿血的形式复制出来。实验室手臂上的装置就是绿血。我们在之前的几期分析里也有提到这种血液，但是 S 杀登场时，身后就有一个巨大的舱体，里面应该就是绿血，也就是炽天使的力量来源之一。当时毕拉戈拉斯就提到，炽天使加速成长后要增加他们的绿血供应量，意味着随着炽天使的成长，他们的恶魔果实能力也会越来越强，最后很有可能会比肩真正的能力者。再加上寄宿在七武海血统因子中的攻击模式、诺亚里亚族的耐力、还原的激光能力等等，炽天使虽然还是小孩，但战斗力已经堪比七武海，并且因为更加强大的技术搭配，他们的战斗潜能比真正的七武海更加惊人。所以贝加朋克敢称他们是最强的人类。目前这些战斗兵器并没有自己的立场，只是服从命令执行任务，所以有时候也会体现出血统因子中天生的一些性格特点，比如汉库克的傲娇属性。既然他们也是人类，那么也许在未来炽天使也会得到自由，不再为天龙人控制，可以真正成为守护大海和平的战士。这里有个细节还得提一下，炽天使 S 鹰模仿的是世界第一剑豪鹰眼米霍克，但鹰眼并不是能力者，而 S 鹰却携带了绿血，说明贝加朋克也给他复制了某个超人系能力。联系到他当时与黑屋子交手时轻易劈开整座山峰，以及黑屋子感叹他的力气惊人，说不定他拥有的能力就是后来出现在巴杰斯身上的莉莉果实，能够使用惊人的力量，才能让一个小孩发动鹰眼那样威力惊人的斩击。莉莉果实原本能力者也许在被夺走果实前，贝加朋克就提取了他的血统因子，参考他获得302尔血统因子的方式，推定城中那些强大的能力者囚犯可能早就是贝加朋克的标本。而之前出现在贝加军团1号身上的反重力装置，说不定也跟藤武的重力果实有关。既然贝加朋克可以将超人系能力以绿血的方式储存下来，那么反重力装置的核心也许就是用到了藤武的重力果实效果，绿血就像是一种燃料。最后是自然系人造果实，复制难度极大，贝加朋克尝试了很多方法，但依然很困难，所以贝加朋克应该没有复制出完整的自然系能力，但在这个过程中复制出一部分能力属性还是有可能的，比如还原闪闪果实的激光，和平主义者标配的武器，但他们也只能发射激光，不能使用8尺全勾玉、8尺镜或者是元素化，这种能力者才具备的招式。自然系果实的牌面又回来了。总的来说，经过这几话的剧情，恶魔果实起源、人造恶魔果实、血统因子、炽天使技术等等设定都已经交代完毕。尾田确实在加速剧情，单间岛要交代的东西已经不多了，接下来应该就是大雄被改造的原因，以及他那个特殊种族的奥秘。本话末尾，波尼再次强调了要让贝加朋克恢复大雄，这一点反复出现，尾田的暗示很明显了。单间岛最后应该要上演一场父女团聚。前面几话突然将自己拍飞的大雄，大概率正在来到单间岛的路上。最后来聊本话一些有趣的细节。在贝加朋克说要上3年号后，弗兰奇和乌索普最兴奋，因为他们分别是船匠和发明家，都属于工科，很有可能会得到贝加朋克的技术加持，使得性能更加强劲。同时贝加朋克精通了医学，也可以给乔巴提供支持。凯撒曾经帮助乔巴改进了蓝波球，这次说不定就要轮到贝加朋克了。另外，阿特拉斯交给工作人员时说的是需要接受治疗和维修，治疗是针对生物而言，维修是针对机械，所以阿特拉斯应该是生物改造人。有个画面不知道算不算 bug。本画视频看着阿特拉斯时，背后的尾巴不见了，但之前阿特拉斯登场时身后是有尾巴的，看看单行本会不会修正吧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70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，我是朱海本，下期见啦。